提倡台独的政党，就会变成中华民国台湾。是民进党如何去论述1949年、1971年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后来会落到台湾。试问诸君如何出之？中华民国要何去何从？如果是连美国都来主动要求台湾跟大陆要来谈和平统，台湾这方做好准备了吗？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你想好统一之后的体制如何分配，以及统一之后两岸的政府如何治理，你也不愿意去跟共方谈。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陈水扁时期的台独课纲没有修，这确实是马英九在政治上的错误。可是它真的导致了2016，就是民政党轮替的那个时间，真的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年轻人对两岸观感，国民党一定要再重新执政，然后申令下把这些课纲全部都改回来，改成大中华史观。我们相信中华文化是很多元的，是很精彩的，很丰富的。我那时候就很困惑，我说如果老师们你们真的觉得中华文化的课纲能够被市场大众所接受，当时是一纲多本，对不对？甚至是你各自都可以编教材。事实上，那些老师们也成立了出版社，也编了教材，但就是没有学校采用。老师们也不讲述相关的内容。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传达给他们说，其实当那个年代的天然独的史观，或者是两岸的统独的观念，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氛围，而不是说课纲到底有没有改，是台独史观还是中华史观？不是的，因为传授那一些教材的，毕竟还是那些第一线的教师，而第一线的教师，他仍然受到自己的背景、认知，甚至当时社会的氛围所影响。当时在那个声量很嘈杂的时候，你不敢去忤逆他们。我真心不觉得是课纲的问题。马英九没有改课纲是他的错，可是没有改课纲造成的影响没有像你们讲的那么低。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在那个时间点，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天然独的观感？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氛围。天然独的世代从20几岁已经变30几岁，已经快甚至超过40。当然这个是有几个事儿，一个是对，就是马英九之后，马英九之后，然后越来越这个情况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其实是那个19年嘛，就觉得哇，小小一个香港都已经让人感觉这个焦头烂额，然后回头要一个2300万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社会体系，然后加进来你说只是一个合同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大陆的那个很多的民意就开始发生了一个很激烈的一个转变。对，所以我认为啦，那个其实反映的是一种焦虑。2019年的反送中那件事情，但我们知道那个是背后是美国在搞鬼，对，搞那些在世界各地搞那些颜色革命。我们当然知道是美国在搞鬼，可是因为香港的事件导致了两岸的关系或者是对彼此的观感被破坏，我觉得那反映的是双方的焦虑，对，那是一种不安。当两方一旦进入到大陆这边黑暗森林，我们一旦进入到黑暗森林的这个状态，没有人会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思考一个未来。其实大家就想两岸关系有时候就是说，你当两个人开始在互相猜测彼此有没有忠诚的时候，那就没有忠诚，那就没有忠诚，他就不会停下来。那大家都会有自己那套非常符合逻辑的说辞，就是你做了哪件事，所以我做了哪件事。然后你其实最后你找不到第一件事，你这里面的原因不是谁发生了第一件事情，而是整个气氛已经坏掉了，双方就互相怀疑了嘛，互相质疑了。其实我觉得两岸关系很多人说是课纲，我觉得课纲只是一部分。我说的课纲不是政治角度，我说课纲就是情绪。我们以前叫国立编译，就是由我们台湾的中央政府他去编写所有的教育的课本，叫一纲多本，他就解散，但他只编课纲，本子你自己去写，课纲就很笼统，大概要侧重哪些地方就是你自己去写，但是他还是会有一个考试指南。那这个解放的时候就搭配我们的考试的压力，不要读那么死板的书，可以有更多的多元能力，不要只是读出一个书呆子。那完蛋了。对，所以他就开始多，那就让你有多元思考。那在这个多本的时候呢，它的逻辑，它开始让民间去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当然教纲还是一样，但是编写的就是多元，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立场的人出来编写，但只要审查的过。最新的课纲，他竟然把主权未定论很大的一片放在进入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回到了中国，就回到了中华。然后呢，49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破迁来，解释这里面它有一个东西叫主权未定论，在45年因为这个旧金山合约，它里面都没有涉及台湾主权的问题，所以呢，日本只有放弃之后，根据威尔逊的14点和平宣言里面的民族自决论，殖民地一旦没了殖民母国，它就可以自成一格，所以台湾人是独立民，它这个叫做主权未定论。
那从这个去衍生出来。那这个说法以前根本就只有独派的，因为怎么讲不通嘛。因为事实上，日本之所以要放弃台澎金马的主权，其实是根据开罗宣言，对，然后在波茨坦公告，然后呢进到波茨坦公告最后，其实是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是完全按照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里面第8条就是开罗宣言，开罗宣言里面就说日本必须归还至中国怯战的东北跟台湾，所以理论上讲，但是他们主权未定的人，他们是否定就是开罗宣言的效力，参考比正文还大，可以这样。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教改里面很大程度就加入了这些对于所谓台湾主权定义，或者是台湾所谓模糊化台湾的民族，都变其余人啊，叫 其余人口 others。其余人口，而这个汉人是来自于各个地方。然后呢，事实上台湾很多的在大陆可能已经是有划分，比如壮族什么，但是汉化很深的这些民族也被规划汉。其实台湾的分法是比大陆还原始，就大陆这些分法是后来就第56组的时候把它定下来，但是其实很多就是它是按照清代的那种分法，顶多多一个回民这个概念的，但是台湾回民很少，很多人还是把它定义成汉族，所以96%比大陆还多啊，大陆是92%，我们是96%。可是我们变others，我们就其余人，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一步一步在往前推进。那他通过课纲教改，那另外比如说台湾闽南语，那这很合逻辑嘛。那其实自古确实有台语这种说法，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叫台湾话，我们闽南话叫台湾威。你随着革命叙事越来越远，民族叙事会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有一种新的民族叙事，不承认元和清嘛，他们觉得是外族啊，可能会往这个方向去，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但至于这个事情之后会发生什么，就尽量少，因为这个不太符合我们的一个就是职业训练，就是我们的那个教育。这一点我可能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以前主要是做风险控管，所以我们会对各种不同的情境先拟好剧，从最好的到最差的。我认为身为执政者不能够毫无准备啊！我觉得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当然国民党它形式上会说就是坚持这个9·2共识，那9·2共识的两岸共同的部分就是1个中，那当然国民党会说什么一中各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国民党会主张说，我要求中共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然后呢，什么叫做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内涵是意义是什么？跟未来的走向是什么？中华民国它要何去何从？如果有一天是连美国都来主动要求台湾跟大陆要来谈和平统一了，那台湾这一方做好准备了吗？任何一个政党，你但凡想要执政，你做好准备了吗？你想好统一之后的体制如何分配，以及统一之后两岸的政府如何治理，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你也不愿意去跟共方谈这件事。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就会忌讳说，台湾的青鸟、台湾的独派，或者说大陆这边的一些政治体制、社会氛围等等的，你可以不要放在明面上，但你的心中不能没有。我觉得这是我过去10年来的职业训练，我们是要求拟定剧本、跟设想策略、跟风险控制。实质上是说，就是进到最深水区是对岸抢夺中华民国叙事，是。那他现在从49年开始抢，所以今天宣布台湾光复。已经抢到4-5年哦。对，过去国民党必谈，那接下来国民党你还要必谈？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啊，中华民国叙事理论上是国民党的，是啊，但国民党不谈啊，对啊，那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啊。你等于是把主动性让出去，然后再进一步，你想已经谈到4-5年，再往前谈到49年，再往前谈，对不对？而且有一个叙事哦，如果你现在叙事，你就不叙事中华民国化，汉贼不良力最终就会变成2758决议，叫做49年之后，中华民国政权是非法占据。这个就是你会完全让就是中共的那个版本的诠释完全独占。对于目前的大陆来讲，如何去论述1949年之后，甚至1971年之后，在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用了很久啊。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个民国嘛，比如说我们讲课纲108课纲，为什么108？因为民国108年其实是2019。对，我觉得到有一天就是说这个已经准备好，所以我才说杠杆。他正视这个历史的时候，那这个正视你就完。他一正视就说，对啊，我承认你还继续沿用中华民国化，但是你没有取得正，我承认你在2758决议文是让你被淘汰了。那这个杆子打下来的时候，那请问你如何自立呢？试问诸君如何出之？你说什么时候哪天？假如说现在大陆突然说一句，现在就是民国现在是民国114年。你说假如现在哪天大陆中国110，新中国多，哎呀，直接把这一块也抢。对，你第3方那个脑洞很好。但是我意思是说，这个杠杆其实等到定调，最后其实对台北压力是极大的，因为你等于就是丧失了一个中华民国这个，那你这个皮现在是民进党保护台独的最重要的迷彩。这件迷彩如果被拆了，那请问
我们要如何做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大陆这边在做的事情，确实它就是往前推。我开始更多的去论述1949年以前发生的历史事实。1949年以后呢，我认为它未来会有一些多一点的，这也符合这几年中国大陆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两岸问题跟各种关系上面，还有包括处理国际问题上法律战。其实法律战讲的就是论述，只是我有没有把它法条化，然后我的法律上往前推之后，那我就来执行。所以其实我觉得压力其实很快会落到台湾的头，提倡台独的政党最后变成中华民国台湾，这是个荒谬。